喂，我说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是叫阿咩还是阿猫来着？算了，不重要。你也来吧。阿轰，高丽阿轰。好了，阿轰，稍微有事情想要拜托你。我可是在守护着这个神社，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的话，就算了。不就是看门而已吗？一直在这里傻站着，很无聊吧？喂，不准小看我！可恶，我要和你打弹幕决斗！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那么输了的话，你就得过来打下手。上当了！你和八云子学坏了吧？真是不好笑的玩笑。刚刚那个根本不是弹幕。哎呀，阿轰，那就麻烦你和那边的妖精们一起把这些铺在地上。这个是示意图，帮大忙了。妖精们看不懂这些，我还正在困扰呢。我可看不出这个神出鬼没的妖怪有一丝一毫的困扰。之后的事，于左健会给你说明的。往左边挪一点。好，可以了。那边在干嘛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家伙不仅没去帮工，还在那儿自顾自享受起来了。啊，比我想象中做得好嘛！还以为妖精是绝对做不出来这些东西的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妖精吗？话说，妖精也会长脚吗？于左健，我不是妖精，我是伯利神社的守护神兽。我好像听说过，林梦前段时间还抱怨说，神社的石狮子擅自活了过来。不过原来狮子是会长脚的吗？不愧是幻想校。总而言之，齐路诺只要像平时一样展现自己强大的一面就可以了。这是当然的，齐路诺大人可是最强的。那么，现在就拜托齐路诺换上威风的衣服吧。再往前推一点，看。我说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觉得那家伙人还不错。伯利的巫女比传说中有人情味呢。你对别的贤者这么好的话，我可是会吃醋的。说什么鬼话？我可完全看不出来。不要在这种时候调情啊！
果只是要做这个东西的话，倒是没什么问题。继续拍摄。好惨！这里是文玩新闻的特派记者，我们现在正在幻想乡第1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，让我们赶快来采访一下各位工作人员吧。白玉子小姐，采访的话可得经过我的经纪人同意哦。不好意思，采访的话，请提前向事务所提交申请。采访的话，我可以哦。我可是孤家寡人一个，问我的话，我都会说的。这个大妖怪也会有笑容不太自然的时候，还真是稀奇呀。走，他看向这边了，我大事不妙。到最后成品全部制作完成，我才知道我被叫去做的那些怪事，全部都是为了拍摄一种叫做电影的东西。作品的标题是《幻想乡大纪录：巫女大战秘神》。说实话，美品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天狗的新闻，而且说是秘神，但是完全没能请来那位大人，只是用了脑子不好的冰晶扮演吃苦头的角色。却仍然写着100%还原当时情景的宣传语。策划这件事的家伙到底是什么居心？即使问我这个小杂工，也不会有任何答案。唉，根本就是骗人的。不过幻想乡里的家伙也没几个正经的，这种东西反而会大受好评的。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就是了。但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这大概是八云子什么新的把戏。在我看来，这应该会是宇佐见锦子的错就是了。只不过鬼都不知道为何会受了妖怪贤者的青睐。玫瑰花蕾，玫瑰花蕾。在第1部所谓的纪录片上映不到3天，新的片子就又一次在神社开机。这次甚至找来了摄命丸文，让这个天狗记者也拥有一个有些台词的角色。话又说回来，那个时候的我完全忘记了，我可是发现神佛程度的能力的博犬。我在被压榨中不小心积攒了不少怨气，以至于没能留意到一些新的灵力波动，也就无从去考虑八云子的真正目的。只是觉得和伯利的巫女打那么几次弹幕也还算挺开心的，仅此而已。是我。伯利林梦死前所说的玫瑰花蕾，放眼全幻想乡，怎么想都应该是本雷米利亚·斯卡雷特大人。非要说的话，我从第1次见面就明白了林梦那家伙绝对对我一见钟情了，在我的洋馆前就一副坠入爱河的模样。台本里好像没有这一段。事到如今，居然在死前也惦记着我，真是不坦率的巫女。你真的要好好看过台本吗？
我说卡了，背景音乐也可以停下了。这场戏完全和预定的不一样，如果我是导演，大概也会大发雷霆。是关于伯利巫女的故事。这是关于伯利巫女的故事。简而言之，是一个最受异类喜欢的伯利巫女，在死前接受记者最后一次采访，颤抖着说出玫瑰花蕾，然后咽气作为开头。身为记者的佘命完带着对于真相探寻的伟大使命，开始在幻想乡调查这个单词的意义的故事。为什么是玫瑰花蕾？因为台本上是这么写的呀。这家伙肯定是个抄袭的。啊？为什么要念那个玩意儿？这些导演和演员吵架的时候，一般需要花上大半天才能解决，偶尔还会打一打弹幕，也算是无聊日子里的娱性节目。再怎么说都是玫瑰，绝对是西洋角色专属的形容吧。居然能想到把我的深红形容为美丽的玫瑰，即使是死前，林梦也算是说了不错的话呢。都说了是演戏，就是说之前那些都不是真的，你只用说出台本上的台词就可以了。那林梦要死了之类的，都不是真的吗？如果你能理解，真是太好了。是真的也可以。这一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没那么轻松。说起来，前几天还去了太阳花田，邀请喜欢花的大妖怪演戏。玫瑰，如果林梦喜欢的话，就送给你了。不要用这种邀请别人跳舞狮的样子挑衅了。不打可以吗？又没有什么一定要跟你打弹幕的理由。可是，花已经收下了呀。这可是强买强卖呀！不过，所谓漂亮的花都有刺，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？阿红，别拍了，快逃！我下意识举起了相机，将这样的画面记录下来的我，是比左近有远见100倍的导演，这么说也完全不为过。他们在吵什么？好像是在吵伯利的巫女到底有没有真的死了。虽然他本人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关于他死后的故事的。糟糕，导演嘱咐过不要说漏嘴。那个，哎呀，看样子等会儿需要锦子好好说明一下才行了。女孩子这么凶的话，可是不讨人喜欢的。应该很多人会想知道吧，受妖怪们喜欢的巫女在死前会考虑的事情。把这个作为一个题材，一定会畅销的。不要转移视线。这个是什么？本来想假装没什么事蒙混过去的，路上看到觉得很衬你，就拿来了。如果想蒙混过去，就不要把蒙混这个词说出来。为什么他会带着一些你快表扬我吧的气息啊？我的一生还长着呢，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可完全不知道。不要擅自妄想这种事。对于妖怪来说，可是短暂的时间呢。不要擅自用妖怪的标准来衡量。
你生气了？子，别耍小聪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问我不就可以了？我可是孤家寡人一个，问我的话，我都会说的。林梦最近也变得无趣了。人类可是会成长的，要应付你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可不是什么难事了。我不讨厌就是了。再往上一点，右边，右边。之前的电影因为对伯利灵梦隐藏真相的大罪胎死腹中。伯利灵梦拎着于所见锦子的领子，叫他把珍藏的电影全部拿出来。哎，好像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呢。啊，这部很有趣哦，要不要一起看？伯利灵梦和八云子看了1周于所见锦子所持有的电影。最终从山一样的录影带里，娟子挑出一部最心水的故事，决定翻拍。原作讲的是时代末流的7个武士帮助农民战胜山贼的故事。八云子对原作有着极高的评价。这个电影所呈现的是要被时代洪流冲走之前，仍旧要去坚守自我，直到最终结局的精神。这样的家伙不过是脑子转不过弯的蠢货罢了。不过主要角色还挺多的，都叫些幻想乡的蠢货来，应该能挺热闹的。灵仙、幽棠华苑、殷帆、风宗二神子、傅兰、谢始宗房子、钢琴梦美、平度九叉歌。阿红，电影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说是等天黑了，该来的家伙们都来了就放。如果不在那些人喝上头之前看完，就绝对没办法安静的结束了。史田四成美在这场电影里也有个小角色，所以颇为积极。虽然也不过是一个打游击的山贼罢了。喂，阿红，快来准备，差不多就要开始了。说起来，阿红，你跟着伯利的巫女小姐这么久，有弄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吗？喂，和我来张自拍吧。唉，这个可得传到推特上。说起来，摄像机是依靠什么运作的？现在还不知道这个，在幻想乡里也算老土的了呀，阿红。啊，说的过分了。阿红，你一直待在神社吧？老土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是通过电力实现的。
用电力作为能源运作的机器。现代的大多数机器都是这样。但是在幻想乡里，依靠想象力就能使用机器的人比比皆是。毕竟这里可是幻想乡呢。外界的人类都人手一台这样的机器吗？这个是电影用的机型，如果要买，女高中生倾家荡产也买不起的。可能东风谷那个时代还需要特地买这种大小的机器。但是科技进步了，我的话，想录视频用手机就能办到了。器材都是妖怪贤者弄来的，动力也是他解决的。幻想乡里有能够提供电力的设备吗？幻想乡的话，自然是用幻想乡的手段解决吧。林梦说，反正都是添过麻烦的家伙，这几天都辛苦他们了。结果说到底，做这件事的意义就只是为了让那2个家伙开心吗？不知道呢。很重要吗？去神社的时候，给林梦看了手机存的电影片段，他说还算有趣。八云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然后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看样子始作俑者是八云子没错了。你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？总不能是为了逗伯利的巫女开心吧？什么都看不到。唉，阿红，程美，过来这边，工作组的位置在前面。子大人说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九尾在给我倒酒。请不要有负担，好好的欣赏自己的作品吧。哎呀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兰。我来晚了吗？不，应该说刚刚好才对。既然来晚了，就去后面坐着。这里不是工作组的坐席吗？差不多该开始了吧？原本的故事里有7个武士，在翻拍的时候也找了7个家伙来扮演。到底还要做多久啊？弗兰，再坚持一下，结束之后一起玩弹幕游戏吧。不苟言笑的强大武士选了妖怪之山上神社里的小只神明。还不明白？用真刀的话，你会死。还不明白？用真刀的话，你会死。一直笑嘻嘻的说台词，完全没有原作的氛围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竹林里的西装月兔出演，理由是宇佐健认为她的打扮很符合现代女子高中生的审美。
西装制服可是绝对不会被潮流抛弃的帅气啊！而主角的两人则是被妖怪贤者与乐园巫女瓜分。强力攻的不算攻击。切！最强的武士死于新时代的武器这件事，真是何氏奏房子大人呐！你看过这个吗？身为日本人，如果没有看过这个，就太不应该了啦。早苗觉得哪里合适了呢？再强的神明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，也会死于没有信仰。和再强的武士在时代的改变中，也赢不过新时代火器。总觉得真是合适啊！我最得意与期待的镜头是在这个故事的结尾，半吊子的年轻武士将刀插在了农民出身的伪武士墓前。结局是唯一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改编的部分。那别人的刀呢？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插？我说，没必要真的那么难过吧？我这不是还活着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大概是想到你也会有这一天。大家又真的很喜欢李梦，所以才真的看上去有些悲伤吧。毕竟你也是分明作为人类出生，最后却被妖怪们认同的存在。他们对那个角色的武士产生了共鸣，也说不定。我可不一样，想当武士什么的，我可不觉得妖怪有哪一点好。如果有人要擅自变成妖怪，我还得去把它劈成两半。也没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吧。毕竟我们所爱着的，就是你身为人类的部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你是人类，才真是太好。我透过镜头看到活下来的人说出胜利的并不是武士这样的话时，也没来由的觉得，对于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神隐的乐园居民们来说，有些心情或许也并不是假的。阿轰在电影放映的末尾突然消失不见了。阿弥陀佛。我看了你们做的电影，那还真是大事不妙。我知道，都是八云子的错吧？是，我想你也知道，我不过是因为打弹幕输了被抓去的苦力。非要说的话，电影可不能算上我一个，我只是个受害者罢了。做电影这种事，有趣吗？说到底，我也不知道做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单从有趣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幻想乡总是会有有趣的事情的，这也不算特别。你很乐在其中吗？对于我这种幻想乡的制造者之一的人来说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。骗鬼呀！这个画面可能都比现在更有可信度一点。总觉得你在想什么失礼的事情呢？你是怎么看的，阿红？大人指的是什么呢？什么都可以。刚才说的电影是否有趣也好，你所见的一切，想要说出来的，都说出来给我听听就好。我又能有什么拙见呢？倒不如说，是因为你，所以才让人感兴趣。虽然我们现在所创造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控制，但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哎呀，我是说，对于伯利的巫女来说，这可是大事。你很喜欢伯利的巫女吧？对于伯利的巫女来说，所谓的平等，是与其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一种东西，倒不如说，平等的重视每个东西本身的独特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你的想法也很重要，阿红。我又怎么可能会明白筹谋者的想法？我住在神社，可没住在伯利的肚子里。我也没在乎伯利的看法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明白我所说的事情。你应该更重视自己才对。虽然每个人都是如此，但你的长处也不该被你如此忽视。密神大人似乎并不打算挑明他如此追问的原因，事情有些不对劲，违和感。违和感，这种熟悉的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出现过。之前和最喜欢黑白魔法使的地藏聊起来的时候，也察觉到了。八云紫火同着于佐见如此诋毁摩多罗隐其奈的目的是什么？八云紫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件事并不是这么简单，也许他根本不是在乎自己的形象，而是更加严重的考虑。隐其奈找上门来这件事好像说得通了。为了搞清楚八云子的目的，特地询问自己。这位密神大人认为解题的思路就是自己的话，那么或许必须从别人都无法察觉，只有自己能得到的地方入手的。难道说是身为伯选的自己特有的能力？难道说是和神佛有关系的级别的异变？神佛？因为之前的异变的缘故，有少数人类找回了对于神明的敬畏之心。妖怪之山上的神明过分依赖人类信仰的力量，甚至不强买强卖就没法过日子。这样的神明大概和妖怪差不到哪里去。原本神明的地位在幻想乡居民之中早就一落千丈了。但是密神的显现所展现的手段，与性格部分无欲无求的冷漠和非人性的随便，使得人类开始重新信仰无形的神明，也就是所谓的密神了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宣传能够打倒密神的巫女，再将她作为主角制作一些能够被人传颂的故事，那么人类是否会变得信仰巫女？伯利林梦会通过信仰成为神明吗？伯利的巫女摆脱人类的桎梏，获得新生，可对于八云子来说又有什么好处？对于八云子来说，他是不是也讨厌去面对人类的葬礼？八云子他。
啊，真是危险啊！我来救你了，阿红。全天下的故事都有始有终，既然事情由我开头说起，那我就不得不为这个事情做一个结尾。可事情又有什么结尾好说？外界来的事物流行起来总是很快，大家都一股脑地钻进去，过不了多久，兴趣被过度消耗，烟消云散之后就变得不再想提及。就像这次也是一样，于左健把剪好的电影刻成了光碟，带到幻想乡来想要贩售，运送和宣传都被闲到发慌的天狗一手包揽。想必告诉你，你也没办法理解吧，阿轰。幻想乡报纸购物的时代来临了。虽然没有电视和网络，要达到真正的先进还为时过早，但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天才发想。可结果是，幻想乡拥有光碟播放器的人也屈指可数。发售报纸的时候顺便附赠了信号弹作为礼品，需要购买的人只要燃放信号弹，生命完文就会使命必达。这导致接连好几天，各个地方都像是下日记一般。这里可没人会老老实实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物品，到头来大家放烟花倒是放了个高兴。于所见颗粒无收，甚至倒贴了烟花钱，最后变得不再愿意提及电影有关的事。唉，至少你没有回到外界之后一觉睡醒，收到八云子租借电影设备的账单。如果这是个噩梦，我一定先在梦里揍你。迫不得已，我又只好和他打了一场弹幕。到头来，我仍旧不知道八云子的目的。在我即将说出全部想法的那一刻，凭空出现的妖怪，他的目的是不是阻止我要说出的内容？我对此十分怀疑。但是事情结束到今天为止，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消失在雨中似的，全没了音信。甚至我能够捕捉到的神佛的气息，也变得模糊不清。所有的事情就这样失去了下文。哦哟，这可是稀奇事儿。要真的是参拜客，我就要烧高香了。哎呀，是知道我要来，所以特地泡好了茶吗？是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感动的痛哭流涕，然后跪下来道谢吧。别这么紧张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换而言之，可是再生父母，可没道理受你这样的提防。子，阿红帮了很多忙，不要捉弄他了。你很宠他吗？倒也没有，只是不想再有麻烦的事罢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怎么也该给阿轰倒杯茶不是？谢谢。我说。妖怪贤者和伯利的巫女也会讨厌葬礼吗？妖怪也会讨厌人死掉吗？只是好奇而已。开启武士最后一幕的时候就在想了。如果连梦要死掉的话，我自然是会伤心的。我可是短命的人类。参加葬礼怎么都会下意识想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一天。
但也没什么太大的感想，只觉得大概会是一件伤心事。不会不免有些悲从中来吗？人间常事。再说了，我都死了，也就轮不到我来伤心了。倒是你这家伙可别哭哭啼啼的才好啊！林梦可真会说笑。但人类的寿命短，妖怪的寿命长，那就各有各的活法罢了。身为妖怪的存在，要去理解人类的想法，其实比想的还要难。所以到底活得长些比较好，还是短些比较好，谁也说不上来。这种事也就没什么好在意的。对于林梦来说，大概比想起那些更远的事更在乎现在的快乐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也最好是这样。所以我说，之前那些事有什么意义吗？你指的什么事？别装傻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别这么无趣，适当的玩笑会让人生活愉快的。是想开宴会罢了。毕竟没有异变就很难有宴会，但最近都没什么事情可做，一点都热闹不起来，这不是没办法的事吗？说倒是这么说，那外界的事物这么多，怎么偏偏对这一个情有独钟啊？哎呀，人类的生命有够短暂的，却又创造了这种能够完全记录生平的机器，你不觉得是一种浪漫吗？满嘴鬼话。我可没有说假话。如果你这么想，还真是有够让人伤心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机器我还想在神社里布置一些，这样就能想看到可爱的林梦的时候就能看到，真是有够方便的。也没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吧。巴云大人可是妖怪贤者，怎么也不会真的做这种龌龊的事，这只不过是玩笑罢了。等等等等，我今天可不是来和你打弹幕的。人类淋太多雨，可能会生病哦。你只不过是被这家伙的名头蒙蔽了而已。说到底，因为是妖怪贤者就不会做龌龊的事，那可是大错特错。哼，你还真是懂我呀。只是我恰巧是伯利的巫女罢了，别人会把你当成贤者、混蛋、大妖怪，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巴云子。只不过是巴云子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毕竟我是真的不想打弹幕。既然这么说了，就要说到做到。我可不知道你是这种说话算话的人。对你的话，我可是一直如此。还真敢说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多谢你的款待了。为什么要收回那个？
他之后会用要拿回这个为借口，重新找上门来的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也没有。好吧，我是说，你真的很了解八云子。我也一样了解你，阿红。因为你平等的看待所有人，看待所有存在本身吗？如你所说。在你看来，八云子小姐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？八云子那家伙的话，谁知道呢？是想逗我开心也说不定吧。
びかせ二人待つ酔いの空を飛ぶのあのかけた月満たされて feel so good